不能让佩洛西打乱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也不能错过打击台独的契机。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窜访台湾地区的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在台湾接受了特种大绶青云勋章，并扬言不会放弃对台湾的承诺，证明美台勾连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的在台海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演的公告，白宫发言人科比回应称不会参与武力恐吓，并称佩洛西的访问没有违反一个中国政策。他甚至还表示，佩洛西这次访问与此前其他美国官员访台没有不同，这似乎是拜登政府管不住佩洛西的一个借口。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的确没有不同，因为过去美国官员的窜访和这次佩洛西的窜访都破坏了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精神。8月4日至7日，解放军将在围绕台湾岛的6个海空区域展开大规模军演，形同封锁台湾3天。针对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密集演训，台军方的人士称，解放军部分演习区域已经侵入其领海毗连区，是破坏台海现状、危害区域安全的不理性行动。台军将反制。但是他们忘了，台湾岛的领海和领空都是中国的领海和领空，解放军完全有权利在相关区域进行演习。如果台军胆敢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接下来就有可能会出现擦枪走火的事件，进而引发严重的军事冲突。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已经经过了70多年，现在只能说因为佩洛西的窜访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中国大陆现在需要的就是抓住这个契机，严厉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打乱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首先，我们需要在国际社会打一场将美国定义为台海危机制造者的舆论战。不管美国如何向国际社会解释，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从本质上就挑战了联合国宪章，也违反了中美3个联合公报。美国用其国内法代替国际法，变成了台海危机的制造者，我们就需要狠狠地戳穿美国关切台海和平说辞的谎言。其次，对台施压进入新阶段，包括军事层面和经济政治层面。军事上突破所谓的台海中线，甚至要进入台湾岛周边12海里范围内进行一次对台湾全岛的封锁演习，而且借机形成事实上的军事权力宣示的突破。就像中国的海警船在钓鱼岛水域进行巡航，解放军的军机在台湾岛西南空域的巡航一样，未来会有更多的解放军的军舰、飞机逼近台湾岛，更多的实弹射击在台湾岛的12海里范围内进行。最后，我们也要避免美国利用佩洛西事件来掌握台海冲突的主动权。中国会争取和平统一，也可能会采取武力统一，但是不会在美国想要中国动手的时候动手。佩洛西窜访后离开了，他想要的就是把自己塑造成反华英雄，而更想呢把一场危机留给台海两岸。所以我们针对美国和台独分子的惩戒，应该是以我为主，在自己准备充分的时候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所以中国大陆的反击不会只是一场军事演习，而是连续很长时间在多个层面的反击。我们需要找到让美国人肉疼的反击手段，也需要严厉打击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我们刚刚看到中国大陆禁止台湾部分食品的进口，也开始禁止关键矿产品的出口，这就是一个信号。更严重的是，这次事件使得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了。那么最终摊牌的时候，武统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对美国来说，一个不稳定的、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中美关系，将会使美国在多个领域失去中国的合作，那么它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打击台独，更要打击支持台独的美国极端政客。佩洛西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因此下一阶段也需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措施，对佩洛西给予惩戒，让他在国内也面临更多的指责。总之，我们不能让这个老妖婆子好过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